今年情人节的第二天是中国正月15元宵节，我去超市购物，居然看到蔬菜种子已经陈列出来了，看着好亲切啊！这是提醒我们2022年的种植季即将开启了呀。这才2月15号，前2天气温还只有零下25度，我的菜园仍然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看到这几包刚刚买回来的有机种子，心里有一些莫名的小兴奋，好像已经看到它们在我的菜园里郁郁葱葱的样子。去年菜园种植的点点滴滴又浮现在眼前。总的来说，我的2021年蔬菜种植可以说得上圆满。作为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也做了好几个蔬菜种植的视频，把种植的过程和收获的喜悦拿出来分享。没想到蔬菜种植的视频居然是我的视频中点击率最高的。不少观众通过留言和我交流种植经验，还有的观众说，在看过我的2020年菜园大盘点之后，希望看到我的2021年种植汇总。2021年年底，因为各种忙碌，没有来得及做这样的一个视频。既然过2-3个月就要开始进入2022年的种植季了，我想借此机会和大家做10点分享，供各位在今年种植的时候借鉴。其实这也是我对自己2021年蔬菜种植的一个小结，在以后的种植中也会不断地提醒自己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应该避免的。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因为我只有2年的蔬菜种植经验，如果大家想学习专业的种植教程，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我也是一直跟着很多蔬菜种植非常专业的 YouTuber 不断地学习而受益多多。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包括菜园规划、种植工具和种子的购买。去年年初也是这个时候，天寒地冻，我就开始设计开垦新的菜园。3月、4月着手室内育苗，5月初新的菜园已经准备就绪。等到5月中旬，最后一个霜冬日结束之后，移植菜苗到菜床中去，然后开启了为期半年、日复一日在菜园里的忙碌了。家庭蔬菜种植虽然不难，但如果想做好，其实也是一项深奥的技术活，需要学习的知识特别多，而且环环相扣。我们都希望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获得最大的收获，所以提前做好计划尤为重要。第1年我开始建菜床的时候，全球因为疫情改变了正常的生活方式，商店关闭，导致我购买材料出现很多问题。到了去年我准备扩建菜床时，我就提前计算好了所需的所有材料，在入冬之前就全部购买回家。像一些种植需要的工具，如育苗盆、滤竿等，在开春的时候很快就会卖断货。提前做好准备，就不会让自己被动。做好种植规划之后，你就可以对需要的种子的数量和种类做到心中有数。在种子刚刚上市的前几个月，往往是品种最为丰富的，我们有很大的自由度进行选择。特别要提醒的是，我们需要提前把秋天种植的蔬菜种子都准备好，这样可以避免等项目初秋时菜地腾出来了，却没有蔬菜可种的尴尬。我第1年种植的时候，一开始西红柿、青瓜、辣椒、羽衣甘蓝都还种得不错，特别开心。可等这些蔬菜拉秧后，我深深体会到了无种子可种的无奈。因为那个时间，要么商店里的种子已经停止销售，要么就是我想买的种子已经售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那种难受我至今记忆犹新。所以去年我早早地开始准备好了全部的种子，再也不会让自己因为种子短缺而束手无策。种子和种植工具除了在 Walmart、Home Depot 之类的商店可以买到之外，在很多的苗圃可以找到更多更专业的选择。建立你独一无二的蔬菜数据库。我有一个介绍利用 Notion 建立蔬菜数据库的视频，建议有兴趣的朋友看一看，然后运用起来。我们在种菜过程中有很多信息，如什么时间开始育苗，菜苗对光照的要求，需要多长时间施一次肥，以及氮磷钾的比例等等。
每一种蔬菜需求各异，我们完全通过脑子记录下来是很难的，所以可以把你掌握的各种蔬菜种植的信息、经验、收获，包括最喜欢的 YouTube 视频链接，都通过 Notion 归档。从准备之日起就可以开始记录，日复一日，慢慢的你就会得到一个你独一无二的家庭蔬菜种植数据库，为来年的种植提供经验和参考。一定要等待合适的气温才把菜苗移植到菜床里，育苗时要做好备份，以防不时之需。自己育苗当然是最经济实惠的，虽然有一些麻烦，但我还是很乐于尝试，因为种子的选择会比商店里出售的菜苗的选择宽泛很多。对于一些有难度自己培育的蔬菜苗，直接去买现成的就好了。除了了解不同季节适合种植哪些不同蔬菜，提前准备育苗之外，我想提醒的是，一定要给育苗的蔬菜准备好备份，以防不时之需。去年的倒春寒历历在目，刚刚把菜苗移种到地里1个多星期，一场突如其来的倒春寒让不少人菜苗损失惨重，有的甚至全军覆没。忙活了1-2个月培育的菜苗，一夜间就没了，最后不得不去苗圃买菜苗补上，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很多人留言说看到我的菜园郁郁葱葱，看不到虫害，问我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的确从来没有用过杀虫剂，回想了一下，应该是和种植之前反复翻土晒土、撒生石灰消毒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就是我差不多每天都会花时间去打理菜园，修剪不健康的菜叶，及时清理黄叶、虫叶、烂叶，还有地面上的落叶。如果看见害虫就及时清理掉，避免虫害产生，保持蔬菜健康。同一种蔬菜分批多次种植，可以延长种植周期，做到收成最大化。比如生菜、樱桃萝卜、鸡毛菜、苋菜等等蔬菜，可以每间隔2个星期种植，这样第一批蔬菜成熟之后可以先采收，等吃完之后第2批的蔬菜也长好了，这样有效循环，可以使我们一直都吃到最新鲜的蔬菜。把生长周期长短不同的蔬菜进行立体种植，可以让我们高效地利用有限的空间。在这个菜床，我把西红柿、茄子和樱桃萝卜种植在一起，而这边在种植青瓜的时候，在它们的前面种植的辣椒，在辣椒的下面又有一些绿叶菜。类似这样错落有致的布局，可以让我们收获更多。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让大家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学习到各种知识和技能，利用好现在的空闲时间，提前做好功课，合理规划布局你计划种植的蔬菜。了解蔬菜之间的同伴种植和种植冤家的关系很重要，这样方便我们知道哪些蔬菜可以种植在一起，哪些需要远离。还有根据蔬菜生长周期搭配不同蔬菜，使菜地得到最好的利用，即便我们的种菜空间有限。自己种菜留种子是很常见的事情，像西红柿、青瓜、苦瓜、丝瓜、豆子之类的一些蔬菜留种都特别容易。这是我种的秋葵留的种子，但对一些占地面积大的蔬菜和一些很容易买到种子的蔬菜，如果你的种植空间不太充足，我倒是建议蔬菜种植周期结束后就直接拉秧翻晒土壤，准备下一轮种植。因为蔬菜从开花结果、种子成熟需要占用土地，花费很长的时间。当然，自己留种子非常的经济实惠，但考虑到蔬菜种植是有季节性的，利用有限的时间和菜地种植收获更多的新鲜蔬菜，我觉得更有意义一些。所以，你可以依据你的具体情况权衡一下利弊，
决定哪些蔬菜可以留种子，哪些可以放弃。从春末到深秋，菜园经过自己的打理，渐渐变成想象中的模样。每天采摘新鲜的蔬菜成为日常，的确要付出很多的劳动。通常整理菜园要花费1-2个小时时间。我每天都会带上一个无声耳机，通过手机或者 iPad 在 YouTube 上搜索相关的种植频道，反反复复听取行家们的传授。有很多 YouTuber 极其专业，令我无比佩服。他们将自己宝贵的经验传授给大家，真的是非常感恩。所以我也愿意将自己的一点点经验同样和大家分享，这样一边在菜园里忙活，一边学习众多行家的经验，一举两得，会让我干活不累。为了防范动物，我提早用木板将花园的门缝、栅栏和地面之间的缝隙都堵上了，这样最大程度地防范了兔子的侵犯。但有一天，当我意外地看到这只非常漂亮的小兔子出现在我的菜床的时候，我的惊讶程度一定不会小于这只兔子看到我时的震惊。在我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它居然在我的眼皮底下将这只好不容易长出来的芦笋苗一口咬断，真是太气人了。好在和这只小兔子斗智斗勇不到1周，它就在我的菜园里消失了。除了它，我的菜园里还有过囊地鼠，它会从地里伸出头来观察动静。我在洞口撒了些辣椒粉，然后就再没怎么见过囊地鼠了。除了及时修剪枯枝烂叶以及接触地面的叶子预防虫害，我会把不健康的或者已经被小动物咬过的西红柿扔到地里。我每天都在观察，发现如果有小鸟或者松鼠光顾，它们真的会先吃这些现成的西红柿，这样也间接地保护了枝头上的西红柿的安全。这只是我个人的做法，好像还挺管用的。在秋末结束1年种植的时候，好好的整理菜园，为来年的种植做好准备也是特别重要的。我在整理好的菜床里堆肥，同时也在堆肥桶里进行堆肥，这样就不会浪费冬天的空余时间。以上的这10点分享都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会把我相关的蔬菜种植的一些视频链接放到屏幕下方的描述栏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观看，和我一起分享种植的快乐。有过家庭种植经历的朋友都知道，自己种植蔬菜完全不能用金钱衡量，但我们源源不断收获的这些有机蔬菜带给家人的这份健康和安心却是无价的，特别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艰难时期。2021年是我开始种菜的第2年，对于菜床里每天生长的各种蔬菜依旧充满了好奇。看到它们由种子破土而出，从一株又小又软的嫩苗变成了成熟饱满的蔬菜和果实，会完全忽略自己付出的劳动而倍感身心愉悦。所以我喜欢用镜头记录下来整个过程。谁都看得出种菜很辛苦，从播种、翻地、浇水、施肥、松土、拔草、捉虫，少一样都会影响收获。打理菜园通常2-3个小时时间一晃而过，菜园里的劳动成了我每天锻炼身体的方式。我通过间歇性断食，每天都摄入自己种植的大量的新鲜蔬菜，很轻松地减重20多斤。种菜和减重一举两得，这应该是我在2021年蔬菜种植的最大收获吧。希望大家在2022年里收获更多。我们下次见。